林月，你不是囤了很多粮吗？粮呢？交出来！交不出来，就把你自己交出来。这他就有力气了，快动手！又是这个梦，连续2个月了。6月16日，冰封分食。妈，你们用命换来的，到底是什么？妈！出来呀！刘爷爷，好好活下去。他们用命给我换了1000万，和一句活下去。哎呦，月月，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，晚上怕不怕呀？大伯母来陪你住几天？不用了，我习惯一个人。你这孩子怎么不识好歹？你爸妈走得突然，我跟你大伯就是你最亲的人。你年纪小，手里攥着那么多钱，万一被人骗了怎么办？大伯母帮你保管。别动！空间、保鲜、种植、灵泉，这是末世生存的神器。妖怪，那光是你是什么东西？大伯母，请你离开，我爸妈的钱谁也别想动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是你长辈。3秒内不走，我报警告你私闯民宅、抢劫未遂。小贱蹄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梦如果是真的，那6月16日就是末世起点。我还有15天，我要存够足够多的物资，我会活下去，连同爸妈那份好好活下去。看，就那家的闺女，听说赔了上千万呢。哼，一个小姑娘哪来的本事赚那么多？我看呐，指不定是跟拆迁办的。就是，我听说林月经常晚上一个人出去。说完了，我爸妈用命换来的赔偿金，在你们嘴里就这么脏？你们家儿子欠的网贷还清了吗？女儿相亲又被拒了吧？是不是也靠陪吃饭换来的机会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关你屁事！小姑娘，你说你要多少？10万斤陈米，50万斤新米，要现货，3天内分批交货。小朋友，回家玩过家家去。知道60万斤米是什么概念吗？知道要多少钱吗？200、300万，你拿得出来吗？哎呦，林小姐，您看我这破嘴，您快坐快坐。不用，李经理，谈正事。价格、交货时间、送货地点。陈米市场价2.2块，给您算2块，新米3.8块，算3.5块，一共225万。您看，200万，全款现结。行，现在就签合同。不行，我换其他2张。行，林小姐爽快，就当交个朋友。林小姐，您这是要开连锁超市，还是做慈善啊？这么大手笔！捐给西部山区儿童营养午餐计划，
有问题？没有，大善人，我们一定按时按质按量给您送到指定仓库。仓库地址我晚点发你，记住保密，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批货的去向。对，做一个临时仓库，西郊旧工业区那边，越偏僻越好，租期1周。钱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要独立隐蔽，附近不要有监控。是通达货运吗？我需要5辆厢式货车，从明天开始连续3天听我调度，司机要签严格的保密协议，费用可以加倍。粮食只是第一步，水、药品、能源、武器、御寒物资，清单还很长。15天，必须分秒必争。小姐，您这是？暖心食堂公益采购，已和经理报备。哪家公益组织买这么多老抽？姑娘，你买这么多纸，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是不是要打仗了？阿姨，只是打折囤货。你别骗我，我看新闻了，电器不对劲，你是不是有内部消息？这是我的授权书。这公益项目需要弩。山区有野猪伤人，救援队需要防身工具。你不是救援队的吧？3倍价，现金，不开发票。剑在仓库，我去拿。帮我打包好，放到车里。囤货能升级，那如果囤更多呢？林小姐，你买的货我们看到了。你是谁？别紧张，我们只是有共同需求的人。你囤货，我们提供保护。末世里一个人活不久。妹妹，下车聊聊。听说你很有钱，借点花花。能走啊？能开车，走。那些人和电话里的是一伙的吗？你又是哪边的？算了，不想了，还是抓紧囤货吧，武器也要够充足才行。谁？臭老鼠！精神力消耗比想象大，必须加快了。林月，你最近在搞什么鬼？邻居都说你天天往外跑，你把钱糟蹋光了，以后怎么活？我的钱怎么花是我的事。我是你长辈，我得管。明天你来我家，把银行卡交出来，大伯母帮你存着，等你结婚。莫是第一个要防的，果然是亲人。
喂，王经理，追加订单：乌菌纱布500箱，缝合线200套，静脉输液器300套。林小姐，这个量您到底开多少家诊所？30个偏远山村，冬天封山前必须送到。资质文件我会请医学院补发，今天能发货吗？加急费30%。可以，今天发。陈老师，我是实习医生林月，我想采购一批药材捐给公益组织，但有些文件需要您帮忙盖章。对，我知道这很麻烦，我可以给实验室捐一套新的检测设备。林月，你父母的事我很难过，你想做公益是好事，但不要太急，容易被人盯上。谢谢老师提醒，但我没时间了，他们是不会懂的。月月，开门，大伯母是担心你啊。你一个人花那么多钱，万一被人骗了怎么办？林月，开门，我知道你就在里面。舍得开了，银行卡呢？拿出来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大伯，你爸妈死了我就该管你。你再碰我一下，我就报警。私闯民宅，暴力危险，够你们蹲几天了？刚才的话我都录了。好，你好样的，咱们走。爸妈平安快乐，在末世里得用刀和粮来换。林小姐，按您要求，内壁做了食品级涂层，阀门全是军工标准。厚度够吗？极端低温会裂吗？绝对够，零下50度都没问题。不过，林小姐，您到底要运到哪里去？这规格像南极考察站用的。捐赠给高海拔边境哨所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下午就发货。捐赠项目涉密，照片删了，不然合作终止。豆角、土豆、南瓜，地里还有多少？闺女，你要多少？这些可沉。全要，给孤儿院囤冬菜，价格好说。老李、老赵，这闺女是做善事的。使不得，你做好事，我们哪能多要？冬天菜价会涨，这些是预付的。闺女，那边那个男的盯你半天了，你认识？不认识，可能是好奇吧。小心点儿，最近不太平，有骗子专盯你这样的好心人。谢谢张伯，您也多囤点粮，今年冬天可能特别冷。外甥女这么急去哪儿啊？大伯母让我来看看你。让开。别啊！我姐说你最近发财了，买东西眼都不眨，都是亲戚，有钱一起花嘛。你们这是抢劫？咋说话呢？亲戚间借点钱能叫抢？你爸妈死了，我们就是你娘家人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货车是我雇的，运捐赠物资。警官，这是暖冬公益计划的物资，有备案，绿色通道。下次提前办证，走吧。等到末世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哟，林家闺女。又给哪个野男人送温暖啊？买这么多，钱脏吧？
咋还敢砍人？我爸妈的买命钱，你说脏？李婆，你儿子上个月网贷逾期，催债电话打到业委会了吧？你说，如果那些人知道你住这儿，在挡路，我不介意帮你儿子宣传一下。林小姐，货都齐了。不过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，道上最近有人在打听你，说你大手笔囤货，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消息？谁在打听？不认识，生面孔，但出手阔绰，你小心点。活物进空间会时间静止，那刚死的呢？刚死的生物也能保鲜，这意味着末世后猎杀的动物可以长期储存。异常冷空气预警升级。6月飞雪，写小说呢。还有7天，7天之后，法律没用，道德没用，亲情更没用。该去把能买的都买空。姑娘，你这是要开安保公司还是上山打虎？公益救援队，极寒预警了。山区需要救援队要这个。野猪獠牙能刺穿普通衣物。你遇到过野猪？很快，城里也会有野猪。我也囤了点东西，我信你的判断。为什么？我当过兵，见过灾难前的人，你的眼神和他们一样，知道要出事，但没人信。多囤水，管道会冻爆。30万换6根金条，投资还是收藏？压箱底镇宅。现在年轻人还信这个？很快你会信金子比纸币有用。作孽！你好杀人了！所有人看，某些人囤完粮囤凶器，想干啥？静，可能是户外用品，勿以恶意揣测。孙老师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最近鬼鬼祟祟，肯定有鬼。赵强媳妇，你老公上个月偷接公共电线，电费单要我贴群里吗？李婆，你儿子网贷逾期，催债电话需要我公布号码吗？我囤什么，关你们屁事！再废话，我不介意把各位的好事都抖出来。极端天气将至，请勿传谣，科学防范。你到底是谁？
上次的事谢谢。6月16日凌晨，听水停电，气温零下20，血脉消退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你又怎么知道要囤这么多东西？里面有应急物品，算还你人情。明天0点后别开门，无论谁敲。包括你。包括我。3天内别信任何人。3天内别信任何人。那你呢？今日晚间，我国大面积地区气候异常，短时间急剧降温，请市民做好保暖，不要外出。开门！林月，开门！你要逗死我们吗？小畜生，我知道你在里面有吃的，拿出来！月月，大伯母错了，你快开门，给我们口吃的就行。你堂弟要冻死了。滚！老子可是你大伯！谁再碰这门段的，就不只是手。你开门了。他们堵不住，不如一次解决。不错。你知道我会来。你告诉过我末日时间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告诉你，我是重生者，你相信吗？我信。我不会白住，我教你怎么活，怎么杀人。我提供物资和医疗，你提供保护和经验。你囤货的秘密不能告诉第3个人。成交。他们提前了。什么？变异生物上辈子是3天后出现，这次更快了。末世的第1夜，我和一个重生的男人结盟，而黑暗里比人心更可怕的东西已经睁开了眼睛。你说你是重生回来的，上辈子发生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上辈子，我和兄弟岑参组队，占了城北仓库，粮食快见底的时候，他说出去找路子，带回来一队人。那晚，他们趁我守夜时下药，醒来时我被铁链锁在仓库外雪地里。曾哥，别怨我，他们给的太多。
一个会治伤的女人，外加3箱军用压缩饼干，就换你一条命，这买卖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他妈亮了，跟你站一起，老子永远像个跟班。再睁眼，我躺在末世前1个月的出租屋里，身上的伤疤都在，记忆也在，一分没少。所以你知道6月16日？还知道这场雪会下2年，然后是能把沥青晒化的极热，接着是腐蚀金属的酸雨，能把房子连根拔起的疾风。上辈子我死得早，但最后广播里说，活下来的人大概100个里不到1个。那这辈子我们就要做那个活下来的。你比上辈子我见过的所有人都清醒，因为我有作弊器。够吗？东西不少，够2个人活很久。作为交换，我教你真正的末世生存。成交。重生，我的梦也是真的。上辈子我真的被……给你的疗伤用，效果可能强一点。你身上有很多这样的伤，27处都是上辈子留下的纪念。天亮了就开始训练吧，我不想再梦到被吃掉了。死过1次的人，眼神果然不一样。开门！丧尸扑过来，不会给你缓冲，加速！真不行了。27分48秒，不及格，休息30秒，下楼。还下？喝水。这立竿见影。灵泉水能快速修复身体损伤、补充精力是的技术，这只是辅助。真正的体能耐力、肌肉记忆是靠一次次突破极限练出来的，没有捷径。下午练紧身格斗基础，现在先学会怎么用棍子打断别人的骨头。目标2楼最里面的经理办公室，上辈子这里被扫荡过3次，但没人找到老板私藏的后手。你怎么确定？我死前听岑参一个喝多了的手下吹牛说漏的，那小子后来被岑参灭口了。金条，还有这个炉子，他进去了。哇，主人是古董。带有灵异的古董能直接给空间补充能量，太棒了！空间升级了。
古董能升级空间，如果找到更多，空间变大了，多了5个足球场，还长了一棵会发光的小树。看来这趟没白来。金子你收好。末世后期，政府信用崩溃，货币变废纸，这些才是硬通货。这树好像不光好看，还能恢复精神力。明晚继续，目标城南最大的连锁超市地下仓库。好，古董就要找到更多。操！又来晚了，就剩这些破毛巾来牙刷。去那边冷库看看，说不定还有冻鸡腿。不人还是个妞，胆子不小啊！把东西交出来，哥哥们心情好，说不定让你跟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。你刚才收东西没避着我，从进来到现在，你至少收走了5到8吨各类货物，但你身上没有背包，这仓库里外也没有看到任何运输工具。你有空间储物能力，对吗？是，我有空间。难怪你敢囤那么多东西，底气十足，容量多大？现在大概15个标准足球场。够了。你就没什么别的想问？我说过，我只需要确认2件事：第一，你有；第二，够用。至于它怎么来的，怎么运作，那是你的秘密，与我无关。但既然话说开了，以后规矩变一下，物资共享，情报互通，危险共担，同意吗？同意，谢谢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把我当成怪物，或者一块肥肉。末世里有特殊能力是资本，没能力是累赘。我只和有能力自保，也有能力合作的伙伴组队。李月，吃的，给我吃的！我老婆孩子快饿死了。练手的机会来了，用我刚教的关节技和弱点打击。赵强，让开！粮食，把粮食交出来！啊！你找死！再敢靠近我，就给你宰了！赵强他们会不会报复？会，所以明天开始加练枪械，从手枪开始。我知道，但第一次主动伤人和为了自保被迫反击，感觉还是不一样。杀人我还没准备好。那就练。我上辈子写的里面有末世不同阶段的气候特征，常见变异动植物识别与应对，建议陷阱制造、净水方法、伤口紧急处理。他早就准备好，要把这些保命的东西交给我了。是变异取经、群体活动、牙齿带毒、速度快、擅长钻风，它们进化出抗寒性来，而且数量很多。手腕要稳，心要静。枪是工具，恐惧和犹豫是他最大的敌人。
是狼，白色的。小心，就算是幼崽，变异兽的本能攻击性也很强。能站起来吗？苍狼认可他了，动物比人更能感知善意和危险。他母亲很可能已经不在了，你救了他，他这辈子大概就认你了。主人，主人，空间感应到纯净的兽类灵性了，绑定它，绑定它，空间又能升级了。空间又变大了。当当，检测到宿主与重要战斗伙伴羁绊加深，触发隐藏福利：灵能恒温作战服，情侣款，穿上后可在零下50度至零上70度极端环境中自动调节体温。空间给的。说是什么战斗伙伴羁绊触发，有恒温防护功能。这套应该是你的尺码，试试。功能强大，不影响行动，好东西。他们总是这样，什么都想帮我安排好。我父母死得早，没人替我打算过这些。那现在我们互相打算。变异取经群，他们发现这里了，数量非常多。他们想进来，玻璃挡不住多久？苍狼守厨房小窗，血狼太小，进卧室多好。林月，你负责正面窗户，他们一破窗就开枪，节省子弹，点射。我去堵通风口。只是先头部队，他们的肉有毒，不能吃。窗户破了，温度会骤降，而且下次他们可能来的更多。不能困守，我们需要稳定的蛋白质来源，也需要更安全的据点。去哪？临川水库冰层下面有鱼，而且那里开阔，易守难攻。鱼塘运作正常，主人以后有新鲜鱼吃了。空间生态加1。引擎声3辆以上改装车，东北方向800米。喂，冰上那2个，鱼留下，车留下，身上东西都留下，然后滚！是岑参的人，领头的叫黑葵，心狠手辣，上辈子是岑参的左膀右臂。20多个，我们只有2个人。我拖住他们，你开车带着鱼先走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危险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咱们岑哥日思夜想的苍羽哥吗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黑葵，让路。上路，好说。把这小妞和你们捞的鱼留下，你自己滚蛋。看在以前认识一场的份上，我替你向岑哥美言几句，说不定给你留条活路。李月，
你救了我们，做得对。在末世，对敌人留情，就是对自己和同伴的死刑。这趟值了。走了，回去给你炖鱼汤。黑鬼死在这里，岑参最迟明天就会知道，他会发疯。那我们等他来找我们，太被动，我们要主动出击，拔掉他在城北最大的补给据点。敢不敢跟我一起去？敢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我们都得活着回来。你答应过，要教我更多。活着回来。主人，这次升级解锁了意识精细化操控哦，你试试，不用亲手去捞鱼，用想的就行。真的可以，这样收取物资就方便太多了。不止呢，你还可以用意识规划空间布局，让黑土自动分区域种植，我帮你盯着就行。谢了。哼，还不是看你太笨手笨脚。我去看看心中的土豆苗了。枪声太大，容易引来不必要的注意。弩和袖剑，安静致命。你的优势是空间存取快，想象敌人破了的路线，预判从空间直接驱弩、射击、收回，节奏要快，心要静。明白了。接。好。哎，肘抬高一点，肩压下去。好。还是有点不可思议，我真的打中了。今天，谢谢。谢什么？教我这么多。上半夜我守你睡，下半夜换我。哟，这荒郊野岭的，还有小美女开车溜狼，够别致啊！让开。脾气不小嘛，车不错，狗也不错，东西更不错，哪来的？该不会是偷了哪个仓库吧？泽川哥，你看他车胎底印，还有那男的一身血腥味，肯定不是好人。最后一遍，让开！你他妈谁呀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知道我是谁吗 ？H 市云家，识相的把东西和车留下，人滚！找死！你他妈敢！云家没听过，在拦路，下次撞的就不是车了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云泽尘不弄死你，名字倒过来写。H 是云家，听起来不好惹，
末世前是地产豪门，有点势力，但现在秩序崩塌，所谓的豪门不如一把枪实在。他肯定会报复，所以我们要去一个他不敢轻易撒野的地方。H 市玉泉国家基地由军队接管，相对正规，有基础秩序和科研力量，是目前最好的选择。我们能进去吗？你有物资，我有战斗力。末世，这就是门票。但在基地，空间秘密，必须守得更死。那里人多眼杂，心思也更多。我明白。避开主干道，走劳省道。虽然绕远，但关卡少，遇到大规模劫匪的可能性低。食物和水我们充足，燃料呢？沿途废弃车辆多，可以抽取柴油。我带了工具，进入基地前，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物资来源解释。就说我们是末世前合作开户外用品店的，囤了一批货，侥幸保存下来。可以，细节再完善。苍玉，你上辈子去过这个基地吗？没有，我死得早，但听说那里也不是天堂。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，有阶级。但只要和他一起，好像就没那么可怕。谁？我。怎么回事？岑参的人伏击6个，解决了，但被刀划了。伤口很深，可能伤到肠子，必须立刻缝合。没有麻药，忍得住吗？来吧。戒了。你这个疯子！那男的受伤了，我看见他捂着肚子回来的，这是好机会，他们家里肯定还有吃的。锁好门，别出去！能让他们进来，苍玉需要休息，我必须守住。小贱人，你男人不行了吧？识相点，把东西交出来！再上前一步，下一枪打的就是头。林月，记住，末世杀人无需顾忌。疯子，都是疯子，快跑啊！昨晚谁砸门最起劲，谁骂的最难听，我心里有数。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去把赵强还有昨晚跟着他冲在最前面的3个人给我打一顿，不用打死，打到他妈都认不出来就行。我知道赵强躲哪儿了。分化瓦解，利用他们内部的贪婪和恐惧，这招不错。跟你学的，你说过，末世里有时候脑子比拳头有用。叮咚，检测到宿主成功运用智谋化解危机，战斗伙伴默契度提升，奖励灵能恒温作战靴，情侣款，防水防滑，零下60度保暖，好跳无声哦。
基地用积分制，工作、上交物资、完成委托都能换积分，积分可以换食物、水、住所，甚至武器和特权。我们的物资怎么解释来源才能利益最大化，又不惹人怀疑？分批少量多次，说是从不同废弃点找到的。我会想办法接触基地管理层，用一部分物资换取一个相对独立的住所和一定的保护。尤其要注意回收站和任务大厅，那里是信息集散地，也是麻烦最多的地方。如果末世注定是漫长的黑暗，那有他在身边，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。那2只狼怎么回事？苍月、林月，从灵石逃过来的，以前开户外店的带了点存货。狼是驯化的，不伤人，是我们的伙伴和护卫。去那边登记，评估积分，分配临时住宿。新人登记，出示可兑换积分的物资清单。基地规定，所有私人武器需登记在案，外出任务时可申请领用。这些物资保存的相当完好，你们运气不错。武器需要现在登记。根据初始物资，你们获得1200积分。临时住宿是地区集体宿舍，8人1间。如果想改善住宿，可以用积分兑换。谢了。手册上有详细规则。8人1间，完全没法进入空间，也不安全。集体宿舍不能住，我们需要一个独立僻静的地方。C 区有带独立院落的砖房 ，B 区是公寓楼 ，A 区是独栋别墅，靠近基地核心区和山脚，最安静，防御也最好。独栋别墅需要多少积分？80万，我们才1200。用空间里的东西分批换盐、酒、高档罐头，甚至汽油，在基地里都是硬通货中的硬通货。好，目标玉泉山庄北区别墅。2位考虑好了，真要一次性兑换那么多？麻烦杨先生帮忙操作。好说好说，不过这么大额的兑换需要分批进行，而且得经过价值评估小组核定。毕竟现在物资稀缺，有些东西有价无市。一点心意，麻烦杨先生帮忙，加快流程。林小姐太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。这样，我直接带你们去后面仓库，那里清静。评估小组的王组长是我老同学，好说话。按规定，大批量物资兑换需要现场查验、评估、记录。你们要兑换什么？烟酒保存完好，海鲜新鲜度惊人，几乎像刚捕捞的。车辆状况良好，改装使用，这些你们怎么保存下来的？末世前合作的冷库和地下车库侥幸未被破坏，我们花了很大代价才运出来。按基地现行最高兑换比率，这些物资总价值评估82万5千积分。王哥，这2位是我朋友，眼光好，看中了玉泉山庄北边那套一直空着的独栋，80万积分，正好您看这手续。没问题，流程特事特办。小张，立刻给这2位办理积分过户和房产交割手续。那套别墅从现在起就是2位的了。我
我们真的用一堆烟酒海鲜和一辆车画了这么大一栋房子。但别高兴太早，这里太显眼，围墙太矮，玻璃是普通的。在我们把它变成真正的堡垒之前，它就是个漂亮的靶子。那就把它变成谁也打不破的堡垒。走，进去看看我们的新靶子。不管怎样，这是我们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，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要拼命守住的地方。先全面检查一遍，确定没有隐患，然后规划改造方案。今晚我们住进来。新来的住进了北边那套鬼屋，身家不菲，有狼，看起来不好惹，继续观察。是林小姐、苍先生吧？杨干事介绍的，鄙人姓李，道上给面子叫一声麻子哥。听说您二位需要建材，不是我吹，基地里一半的硬货都得过我手。水泥50袋，钢筋特定规格300米，防弹玻璃按窗户尺寸定制，带倒刺的铁丝网200米，高性能蓄电池组4套，柴油发电机1台，监控摄像头10套，3天内送到这里。好家伙，这哪是装修，这是建军事堡垒呀！这个，苍先生，您要的这些都是紧俏货，特别是防弹玻璃和发电机，价格嘛？李老板，我们按市场最高价付积分，而且用这个结账。林小姐爽快，没问题，2天半我亲自押车，保证货真价实，保质保量送到。空灵，你说这些种子多久能发芽？有灵泉水加持，加上咱们空间黑土的底子，就算在外面生长速度也能比正常快2-3倍呢。主人，你就等着吃自己种的菜吧。苍玉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把我从一个只会喷火的菜鸟，变成能和你一起建起这个堡垒的同伴。也谢谢你，让我觉得末世里也不是只有一个人。堡垒是你用物资换来的，是你用空间能力协助建成的，是你自己挣来的。至于同伴，我们约定好的。契约。看来我们这栋豪宅已经引来第一批客人了。姑娘，找硬货，我这儿有门路。后面这些油展布全是仓库里压箱底的好货，水泥也新鲜，要的多我给你按批发算。油展布30积分1平米，水泥50积分1袋，钢筋玻璃按时价，柴油得用药品换。油毡布10积分，水泥20，钢筋玻璃按市价7折，柴油我用黄金结算，比官方价高5成。行，姑娘爽快，下午带您看货。姑娘，
这画1斤粮食就行。画和香炉，我都要了。这些够吗？够，太够了，姑娘。这多谢。老先生，您家还有类似物件吗？我感兴趣。C 区17号板房还有一些，姑娘若真想要，改日可来看。我打算过2天用粮食换他剩下的古董，既能帮他，也能让空间升级。这老人可能是真学者，愚拙反应强烈，说明灵运非同一般。那个地址值得去。灵泉品质提升了。主人，空间扩大1/5，下次再吸收一些，可能会有新变化。灵泉能产灵露了，通灵说下次可能有新变化，需要更多古董。这是快速强化空间的路，秦教授是关键。老伴，遇到好心姑娘了，这些东西或许真能帮我们熬过去。老头换了20斤米，被一个面生女人用破铜烂铁换走的。盯紧老头，查那女人。林小姐，林月小姐在吗？救命！你是谁？什么事？我是基地警卫连的曹克峰，我伯父曹建军首长，昨天外出巡查时被变异野猪抓伤，伤口感染恶化，高烧昏迷，基地医院用了所有抗生素都没用。杨宁干事说您可能懂医术，求您去看看。林小姐，只要有一线希望。我可以试试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您说。第一，无论我用什么方法，过程保密，不许追问。可以。第二，我需要基地物资兑换的绝对优先权，以及一张空白的您权限内能给出的最高承诺凭证。行，只要伯父能好。第三，治愈后，我与苍玉在基地内拥有最大限度的人身自由。我以军人和曹家人的名誉担保。好，请你们先出去。首长，您醒了，我是林月，受曹连长所托为您治疗，您需要静养，伤口已无大碍。林小姐，我伯父他醒了，毒素已清，感染控制住了，需要静养和营养补充。奇迹，真的退烧了！大恩不言谢，林小姐，您的条件我即刻兑现。这承诺书只要不违背基地根本法和损害基地重大利益，在我职权和能力范围内，随时可以填写一项要求。谢谢曹连长，首长需要休息，我们先告辞了。曹克峰为人正直，在基地风评不错，他的承诺有分量。用一点点灵泉水换来了这些，值得吗？会不会暴露？你处理得很谨慎，他们只会以为你掌握了某种特效药或秘密医术。在末世，有独特价值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和地位。有了曹克峰这条线，我们在基地的行动会方便很多。接下来可以开始接触那个秦教授了。那女人救了曹首长，拿到了曹科峰的特别许可和空白承诺书，现在动她，恐怕会直接得罪曹家。该死！先是撞我车，现在又巴结上了曹家，他那空间和物资，我非要弄到手不可。明的不行，就来暗的。老先生，这些怎么换？姑娘，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物件。盛世时或许值钱，现在只换吃的，耐储存的粮食最好。这幅画
您想换多少粮？10斤不，5斤大米或等量粗粮就行。我都要了，您开个总价。这个青铜鼎、瓷盘，还有这2幅画，姑娘，您真要？一共30斤粮食行吗？可以，但我没带那么多粮。您住哪里？我稍后给您送去。我们住 C 区17号板房。谢谢，太谢谢您了，姑娘。姑娘，这太多了。老先生，我看您这里不止门口那几件吧。我对这些老物件挺感兴趣，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用粮食换您手里所有类似的东西，价格好商量。不瞒姑娘，这些都是我和老伴一辈子的心血。盛世时他们是无价宝，可这世道他们换不来药，治不好老伴的腿。姑娘，你是个实诚人，你说要除了几件特别有纪念意义的，其余都拿去吧，只求再不换一点粮食和一点止痛药。老太太的腿是老毛病，风湿痛，末世后缺医少药，越来越严重，现在几乎走不了路，晚上疼得睡不着。老太太能让我看看吗？咦，老头子，我这膝盖好像有点暖洋洋的，没那么针扎似的疼了。我学过一点推拿，可能有点用。这样吧，古董的事就这么定了。另外，我那里还有些祖传的药膏，对陈年风湿或许有效，下次带来给老太太试试。粮食我先留50斤在这里，剩下的等我清点好古董一并结算。姑娘，这戒指不值钱，但是个老东西，一点点心意，请你务必收下。这个青花瓷瓶灵韵好足，这副唐卡太棒了！主人，空间在疯狂扩张，黑土变得更肥沃了，林却变大了，那棵小树苗在长高。一时耕种，太好了，以后打理空间效率倍增。古董换粮，这交易做得值，不仅空间飞跃，还结识了秦教授这样的人。他学识渊博，在基地人脉可能比我们想的广，是条值得维护的关系。他老伴的腿，我想用稀释的灵泉水试试。可以，但要格外小心，伪装好。这纹饰不像是普通民间的，先收好。下次去多带些粮食和实用的东西。末世里雪中送炭的情谊最牢靠。主人，空间吸收那枚金戒指后，灵芝区那棵树的果实好像快成熟了，而且我感觉到戒指上有很微弱、很特殊的能量残留，好像是个标记。这果子感觉吃了会有神奇效果，但戒指上的残留标记很古老、很隐蔽，不像是秦教授能留下的。主人，这戒指原来的主人恐怕不简单。青龙山基地那边，岑参吞并了几个小势力，扩张很快。黑魁的死，他一定会算在我们头上。当他准备充分打上门，不如我先混进去，摸清底细，找机会从内部解决。太危险了，岑参认识你，所以他更想不到我会主动送上门。我改换一下容貌，换个身份。上辈子我在青龙山待过，熟悉一些人，知道怎么获取信任。别墅防御已固，你有空间，有两郎，还有曹克峰的关系，只要谨慎在基地基本安全，或许才能把危险源头掐灭。这个你带上，火力强些。你留着防身，我带手枪和匕首就行。混进去带长枪，太显眼。每天至少报1次平安，哪怕只说2个字。好，保护好他。我走后，提防几个人：一是云泽尘，他睚眦必报，上次吃了亏，一定会再找机会；二是基地里其他可能眼红我们别墅和资源的势力；三是基地管理层也非铁板一块，曹克峰可信，但别完全依赖任何人。你也是，一切小心，报仇重要，活着回来更重要。你答应过要教我用冲锋枪的。
安全。收到。哟，林小姐，真巧，怎么你那凶神恶煞的保镖今天没跟着，就带着2只畜生？泽成哥，我看那男的是不是跑了，把他一个人扔这儿了？好狗不挡道。林月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上次撞车的事儿，还有你手里那些来路不明的好东西，真以为八戒上曹科峰就高枕无忧了？我告诉你，在 H 市，我们云家就算到了末世，也不是你这种暴发户能惹的。识相的把那个储物空间交出来，再陪本少爷几天，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。云泽尘，你是不是忘了上次你的车是怎么被撞飞的？还是说你想亲自试试？是我这2匹畜生的牙快，还是你那几句废话快？再敢出现在我面前乱吠，下次就不只是吓唬了，滚！给我盯死他！找机会，我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！已接触目标外围，一切按计划，勿念。明白，小心。林大小姐，这是要出门啊，咱们的账该算算了吧？上次有曹科峰给你撑腰，这次你那姘头不在，我看谁还能保你？让开！泽成哥，别跟他废话，让他把那个藏东西的空间交出来。还有这车、这狼，都该是你的。听见没？把空间秘密说出来，东西和狼留下，再好好赔个罪，我或许考虑放过你。云泽尘，你是不是以为没有苍玉，我就是个软柿子？你疯了！快躲开！这是我第2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警告，再敢来惹我，下次我撞的就是你的脑袋。滚！林小姐对这个任务感兴趣。这批野猪闹得厉害，毁了好几次种植队的田地，还伤过人。基地下了血本悬赏，活的成年野猪300公斤以上，1头5000积分；死的按重量，每100斤800积分。獠牙1对200积分。这可是近期最赚的任务了，就是危险。我接，需要办什么手续？登记一下，领个任务标识和简易地图就行。不过林小姐，野猪是群居，皮糙肉厚，尤其公猪獠牙很危险。您一个人要不要找个队伍？不用，我自有办法。谢谢杨干事。主人，果子快好了，我感觉它蕴含的能量很特别。等这次狩猎回来再看。明天进山狩猎。猴子给我盯死他！他不是接了猎野猪的任务吗？找机会，我要他死在山上，做得干净点。云少放心，山里意外多的是。苍狼，找到他们。
这么多，必须救人。苍狼、雪狼，去那边坡地制造动静，吸引一部分野猪过去，骚扰他们，注意安全。赌一把。同志，太感谢了！你是哪个部分的？没有你，我们今天全完了。路过，你们没事就好，快处理伤员。路过，看到有麻烦，需要帮忙清理现场吗？当然，战利品按规矩，见者有份。哟，这位妹妹身手不错啊，一个人带着2条狼干掉这么多野猪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青龙基地发展？比在这破基地有前途。没兴趣，你们的好意心领了。野猪尸体是我们和基地车队的战利品。哈哈哈，够了。行，今天给基地一个面子，我们走。顾哥，那女的河狼挺厉害，为啥不？不急，有的是机会认识。他进来了，计划开始了。偶遇，安，勿进青龙。一个人2条狼击退100头野猪，林月，你究竟还有多少本事？林月女士共计14头成年变异野猪，总重约4200公斤，立有完整獠牙10对，优质皮毛若干。按照悬赏标准，总计兑换积分80万3000积分。80万积分，许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个数。真巧啊，美女，看来收获不小嘛。80万积分，在你们这基地能横着走了。让开！这么凶干嘛？昨天救命之恩不算数了。车不错，借个装点东西。反正你积分这么多，也不在乎这点油钱吧？谁跟你是哥？青龙基地的人就这么不要脸，抢民女的车？抢多难听，是借。或者你跟哥回青龙山，车算哥送你的见面礼，怎么样？保你吃香喝辣，比在这舒服。无耻，滚开！否则我不客气了。行，开个玩笑嘛，这么认真。走吧，看来美女看不上咱们青龙山。白天的事不得已，岑参的人在基地有眼线，可能也在试探你。古怀好色嚣张的人设必须立住，你应对得很好。知道了，你在那边怎么样？一区的初步信任接触到中层，暂时安全。云泽神可能不会善罢甘休，你今日少出门，加固防御，野猪积分足够你有很久，低调处理。你小心。玉泉基地那个叫林月的女人确实有点本事，积分不少，就是性子烈。烈，老子就喜欢烈的，继续盯着找个机会。老大最近心情不好，弄点新鲜货色和物资回来，让他高兴高兴。80万积分，青龙基地也盯上他了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猴子计划提前，就在他下次出门的时候动手。我要人财两得。云少，
这院子弄得跟铁桶似的，硬闯可能吃亏。怕什么？冲进去！他就一个人。苍玉，有人夜袭，至少8到10人，有攀爬工具，可能带枪。别慌，启动独立供电，让整个院子亮如白昼，用强光致盲。苍狼、雪狼守住房门，别让他们直接冲出去。你上2楼制高点，用冲锋枪压制墙头，别让他们全部进来。我远程指导你布置室内陷阱。老埋伏，他早有准备。怕什么？冲进去！他就一个人。放下武器。成功了，主人。不过好消耗能量，我只能支撑一小会儿。林月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敌人跑了，留下3个活口，狼轻伤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空间好像解锁了新能力，能形成短暂防御屏障。没事就好，俘虏留着，等曹克峰来处理。你立刻休息，补充灵泉水。屏障的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云泽尘跑了，他跑不了，我会处理。你先善后，我明天找机会联系你。林小姐放心，证据确凿，云泽尘及其同伙涉嫌严重暴力犯罪，基地一定会严厉惩处。我立刻上报。主人，因为成功防御外敌，空间认可了你的成长和守护意志，要升级了。主人，你看，新功能解锁，果园和养殖区可以加快特定动植物在空间内的生长和繁育。至于这是空间能量具象化的工具，你可以用意识控制它，在空间内进行挖掘、平整土地等作业。而且，在现实世界，如果你精神力足够，并且有足够的能量支撑，也许可以把它短暂召唤出来用一下哦。不过很耗能就是啦。空间的辅助功能越来越实用了。主人，果子熟了，我感觉它很好吃，而且肯定有特别的效果。这果实能滋养精神，强化感知，似乎还能增强与空间的联系和与灵宠的默契。新鲜鱼肉在基地绝对是顶级奢侈品。李老板，这些鱼换黄金，什么价？林小姐，您可真是深藏不露。这鱼按条算，1条换一根小黄鱼，不，2条换3根，您看行吗？可以，但我只要纯度高的金条或金饰，不要杂件，尽快。云泽尘已被基地拘押审查，其家族势力正在活动，但证据确凿，他短期内出不来。你做得好，黄金储备很重要，继续。我这边进展顺利，已接近目标，保持警惕，尤其是青龙基地的动向，等我信号。明白，一切小心。家里和黄金我都会守住。
顾怀那小子，机灵，敢打敢拼。上次考察玉泉基地也带回了有用的消息，老大是不是可以让他接触一下仓库那边的事情了？再观察一次，下次交易让他带队。是骡子是吗？来，出去溜溜。主人，空间吸收了这次升级和果实的反馈，好像对金属性能量也有了一点微弱的感应。这些黄金放着，似乎能让空间更稳定一点点哦。货物已入库，库管松懈，3日后午夜，清点可携特殊工具入场。路线图附后，安全第一。这是苍玉的收网信号。3日后午夜，潜入青龙山，里应外合。空灵，上次说的短暂隐身，具体怎么操作？主人，你现在精神力够强，配合空间能量，让恒温作战服附带视觉扭曲，最多持续15到20分钟，不能剧烈运动或受攻击。15分钟够了。你们留在这里看守接应，如果天亮前我没回来或收到求救信号，就自己回别墅找曹科峰，这是秘密。困死了，听说顾哥又出去找乐子了。是，顾怀现在是八脸哥跟前的红人。顺利吗？顺利，狼在外面。好，时间紧，岑参实力集中在中区青龙堂和仓库。你名单上14人，我已确认。岑参本人戒备重，行踪不定，虎尾不离身，硬闯青龙堂杀他成功履历。3天后，有一批重要物资抵达，按惯例会在青龙堂开庆功宴，岑参和大部分头目都会参加，守卫相对松懈，那是最好机会。庆功宴前，先解决容易的目标。错，明晚开始，我利用身份制作东西，你也身先入清楚，用这个。尽量无声，得手后痕迹，一旦暴露，立刻按备用路线撤离，别管我。说好的都要活着。顾哥睡了吗？八脸哥让你过去一趟。来了来了，大半夜的。外围5个，专防区2个，解决了。剩下的目标越来越集中，警惕性也更高。很好，庆功宴就在明晚，岑参已经下令筹备，宴会厅设在青龙堂2楼，按照惯例，他会亲自出席，并让主要头目合力供者陪同。以那名单上剩下的7个人，除了3个亲信必定在场，另外4个中层头目，因为这次物资行动也有份。也就是说，明晚的宴会厅会是他们最集中的地方。对，也是我们一网打尽的最佳时机一，但风险极高。我有办法，空间里还有4枚手雷和之前从黑葵车上缴获的遥控炸弹组件，我可以提前潜入，在关键位置布置。可以，但必须精确计算，炸弹威力不能太大，否则可能波及无辜，或者引起整个基地的疯狂反扑。我们要的是精准复仇和制造逃生通道。我会把炸弹放在主轴附近和出入口关键位置，爆炸主要是制造恐慌和杀伤目标。我们需要在混乱中确认岑参和主要目标的死亡。好，明晚宴会开始前2小时，给你创造潜入青龙堂和布置炸弹的时间窗口。这是青龙堂内部结构图和宴会厅的详细布局。记住，你的隐身时间有限，动作要快。
足够了。布置完成后，立刻撤离到我们约定的这个储藏室隐藏。我会在宴会开始后找机会与你会合，后悔吗？跟来。不后悔，这是我的仇，也是你的仇，我们一起了结。等这事完了，回去我教你用冲锋枪。说定了。都安排好了，这次货不错，正好让兄弟们乐意了，也看看新人的表现。老大放心，都安排妥了。顾怀那小子这次也出了力，要不要明晚再看？是骡子是马，总要拉出来溜溜。不急，先把眼前的正事办好。就这样还能站稳都算本事。喂，救我！拿过来！老大到！兄弟们，今天咱们又捞了一笔大的，这石头就是弱肉强食，跟着我岑参，少不了你们吃香喝辣干。恭喜大哥，今晚可算是尽如人意了，这是我们迎来的，理所当然。从现在起，一切由我说了算。今晚辛苦了各位。该说辛苦的是你，谷哥。知道了吧，兄弟，忍劲儿拍，我得尽情享。没错，大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再来一杯。哈哈哈，那小子脸都白了，连保温杯都掉了。谁让他嘴硬呢？我们这行得讲心气儿。说的对，来，再来一口。今天玩的开心啊！以后还得多关照，一起发财。你谁啊？躲这儿干嘛？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有奸细！如你所愿。这边怎么回事？顾怀，还有那个女奸细一个不留！拿下他！
陈深呢？徐武德呢？炸死了吗？主台爆炸时我被火力压制，没看清，但他们很可能还活着。外面全是他们的人，我们被困死了。还有一个炸弹，在北侧小门边，是我们计划的撤离路线。如果我们能冲出去，或许可以引爆它，制造最后一次混乱，趁乱从那个方向突围。冲出去，外面至少有几十条枪指着。苍玉信我吗？信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但需要你配合，而且非常冒险。空间也许可以短暂把我们藏进去，但里面时间静止，我们无法知道外界情况。而且我从未试过带活人进入这么久，消耗巨大，可能一出去就会暴露在枪口下。赌一把，总比在这里等死强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抓紧我，放松，不要抵抗。等我信号，我们一起冲出去。林月，坚持住，呼吸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好像要炸裂。先靠着我，别动。那边小门，消防柜。看到了。追，走，快！不，我应该叫你苍玉。好，很好，上辈子没弄死你，这辈子还敢送上门来。还有你这个贱人，今天你们插翅难飞。老大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乱枪打死，好吗？跟你一起不怕。我数3下，向左滚，那边有辆废卡车底盘能挡一下。我解决岑参和徐武德。不，一起。我还有这个。几位，立刻放下武器投降！重复，立刻放下武器！你杀了他们！动手，去死吧！赢了吗？赢了，岑参死了，徐武德死了，都死了，我们赢了。苍玉、林月基地已基本控制，被囚禁的科研人员和幸存者都救出来了，后续事宜等你们伤好再说。苍玉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家。负隅顽抗的都已肃清，俘虏共计83人，怎么处理？按你们基地的规矩，首恶以诛，胁从者你们看着办。但有2个人我要亲自处理。别怕，我们是玉泉基地的人，岑参已经死了，青龙山基地被我们接管，你们自由了。谢谢你们，我们被关在这里快半年了，被迫替他们修理器械、提炼燃料，这辈子。陈博士，基地科研所的，你知道我？曹连长提过，你们是宝贵的人才，收拾一下，准备跟我们去玉泉基地。这帮强盗，苍月，按照我们之前达成的协议，这批物资你们有权优先挑选一部分作为酬劳，粮食和武器大部分留给玉泉基地安置人员和后续发展，我们只要一部分燃料、药品以及这些。可以，这次能拔掉青龙山这颗毒瘤，你们居功至伟。这些收藏品对基地用处不大，你们拿走便是。你的仇总算彻底报了，你的也是。回去后有什么打算？先把伤养好，然后教你怎么把别墅地下挖空，改造成真正的末日堡垒，顺便教你用冲锋枪。好啊，我等着。他们回来了，还风光得很，我不甘心。
你们云家难道就这样完了？不，我还有机会。怎么了？灵月末世前，我没想过还能信谁；末世后，我更不信老天。但我信你。这戒指，我用灵泉水和空间里的一点东西做的，不值钱，但它能让我感觉到你是不是安全。你愿意戴着吗？我愿意。不对劲。怎么了？风停了，而且太闷了。现在才5月。不是普通的升温，是极热。上辈子广播里提过，极寒之后会有短暂过渡，然后就是能把人烤干的极热，但来得太快了。空灵，空间能调节温度吗？外界热能异常，空间正在自动开启恒温保护模式，但需要消耗大量能量，而且这种极端环境好像在刺激空间进化。我感觉那棵树的根系在往黑土深处扎，好像在寻找什么。空间在自动适应，给我们降温，但消耗很大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更有效的办法，否则别说外面的人，我们自己也可能撑不住。极热比极寒更致命，水源会迅速蒸发，电路会瘫痪，植物会枯死，人会中暑，热射冰，玉泉基地怕是要迎来比青龙山更大的挑战。全体居民注意，极端高温红色预警，寻找阴凉节约用水。这不是常规气候现象，大气成分在巨变，地热活动异常。这热浪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。这些应该能帮基地应急，但我们不能直接暴露空间。重点是内极通水混合普通水，分发时强调煮沸饮用，对缓解中暑有奇效。液质和玉镯的联动，似乎能形成一个很小的恒温区域。这个原理能不能放大？空灵，空间恒温保护的能量能不能引导出来，覆盖更大范围？比如这个地下室。理论上可以，主人。树的根现在扎得很深，好像在吸收地下的某种能量，或许可以用它作为节点。不过需要很多灵石林雏形或者高灵允物品。林小姐，又欠你一个大人情。这些水和食物救了太多人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持续高温和水源污染，疾病蔓延。曹连长，我和苍玉讨论过，单靠分发解决不了根本，必须建立新的秩序，集中有生力量，挖掘地下空间避暑，组织队伍，在凌晨低温时段寻找和保护现有水源，成立医疗队，用我提供的配方重点救治危重病人，还有设立儿童和老人特别庇护所。我现在想兑现这个承诺，我希望基地能正式采纳这些建议，并赋予我和苍玉组建营及安全与建设队的权限，负责执行。我们需要人手和一定物资调配权。好，我立刻上报，全力支持。太奇妙了，这玉镯和谷物，还有这戒指的材质，似乎都蕴含一种古老的能量场。你们是想利用这个，在这里构建一个恒温空间？是的，依靠灵泉水和空间本身能量消耗太大。钱教授，您精通谷物和能量场，有没有办法用这些古董作为节点或放大器，结合林约的能力，在地下室布置一个相对稳定、节能的恒温阵法？理论上，古籍中记载过类似聚灵避暑的阵法，但需要特定器物和方位。我可以试试，
但需要时间研究和这些古董配合。时间紧迫，拜托您了，秦教授。需要什么尽管开口。我明白了。灯这么亮，他们根本没想到有人敢靠近。也说明守卫松懈不了，等巡逻车转过去再动。地磁也在异常波动，大气中的未知粒子浓度飙升，这不仅仅是极热。温度暴跌，气压异常，这不是结束，是极热能量在释放，引发大气剧烈对流。疾风要来了，比上辈子广播里说的更猛。所有人寻找坚固掩体趴下，抓紧超级风暴来了！什么捉吗？阵法比想象中稳定，消耗可控。多亏了秦教授和这些古董。古籍记载的小须弥净土阵，净真的有效。虽然只是皮毛，但足以证明古人的智慧。没有你们提前组织挖掘掩体，没有你们的物资和那神奇的药水，这次死的人会多10倍。还有这别墅，谢谢你们收留了那么多人。可都画面了，现在基地什么情况？下一步打算？伤亡统计还没完成，但至少损失了30%人口，粮食储备被毁大半，燃料紧缺，药品几乎耗尽。最麻烦的是，干净水源点被风暴破坏或污染了，基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林小姐，你还有办法吗？任何办法都行。曹连长，我和苍玉可以尝试帮基地寻找和净化一处新的可靠水源，但我们有条件，这里战前是一处自然保护区，地下水资源应该相对丰富，且受污染可能较小，但距离远，路上不确定因素多。我们需要一支绝对可靠的精干小队，最好包含陈博士那样的地质或水文专家，行动必须保密，速去速回。来组织专家人手装备，我来解决，只要有一线希望。赵二，弯着头晕，辐射值正常，但生物活性读数异常，不是动物信号，更像是植物，可活跃度太高了。不对劲，植物不该长这样，退后保持距离。开火掩护。这些植物澄清了。主人，这些植物体内有被扭曲但很强的生命能量，和灵泉同源，但被污染了。空间想吸收或净化它们。掩护我，我试试和他们沟通。明白。太危险。能量波动，纯正的生命信号。他们在回应林小姐。他们渴望这个，但也在抗拒污染。小心地下。撤退回开阔地，建立防线。林小姐，刚才那是你的新能力？不算新能力，是我的能量，恰好能影响他们。感觉他们的力量源头和我的玉镯空间有点同源，但被什么东西严重污染，扭曲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人类或许能理解甚至引导变异生态。如果林小姐能净化污染，前提是找到并解决污染核心。水源肯定在核心附近。刚才那些根须是大家伙的出手，强攻时我们毫无胜算。他在求救，求救，很模糊的意念，
颗，干净。痛，帮帮我们！我猜水源可能也被污染了。他们用这种变异的方式，在痛苦中勉强过滤，守护最后一点洁净。你想进去和他谈判？是净化，也是交易。我的灵泉能量是他们最需要的干净，但要靠近核心才行。跟你进去？不，我陪他。曹连长，你在外指挥接应。如果我们失败或信号中断，立刻带人撤离，不要犹豫。我可以大致定位能量最混乱、最密集的点，那就是核心区域。但里面情况未知。准备好，我们可能要去的是他最痛苦，也最危险的心脏。就是这儿，他在等我们，或者说，在等你的能量。是他，主人，扭曲的生命之源，污染和痛苦的中心，空间非常渴望净化它。我知道你很痛苦，我来帮你，让我接触核心，净化污染。他在挣扎，小心反扑。他在拼命抵抗，但核心深处有一点属于植物本身的求生意志，他在回应我。停下！你精神力撑不住。他在变化，不能停。谢谢，拯救了我们。水以纯净共享，守护。他说：“谢谢，水干净了，愿意和我们共享。”这是神迹吗？是净化，水没问题了，干净又充足，而且这片峡谷活过来了。污染，富含活性物质，这水，这土地，是宝地，是末世绿洲。爸妈，这样活下去，你们会高兴吧？一起。有时候看着还觉得不真实。比梦踏实，是你一砖一瓦带人建起来的。刚开完月度议会，扩建东区种植园和调整探索队轮值表都通过了。挺好，规矩大家定，事情大家做，这里才能长久。林小姐，看，光脉第3代完全成功了，耐病、高产，谷物还蕴含温和能量，长期食用能改善体质。老夫的地脉疏导阵法也有小成，借助翡翠之心逸散的能量，已成功净化了谷口外3亩荒地，明年就能试种了。看看这个，仓库又满了，林老板。下个月商队过来，咱们的草药和光脉种子能换回一批急需的合金和精密工具。搁以前哪敢想啊，娃娃有饭吃，有地儿跑，咱们这些老骨头还能看到绿苗苗，值了，这辈子值了。今天主要2件事，一是防御，苍玉。外围警戒线需要前推5公里，在这里增设暗哨，巡逻队训练要加强应对变异兽群的演练，武器保养不能松懈。明白。人手和装备我来调配，居安思危，一刻不能忘。2是发展，陈博士。研究所希望招募更多对植物、能源感兴趣的年轻人。我们想尝试将翡翠之心的共生模式简化，看能否在其他受污染较轻的小型水源地复制。古籍中还有几种聚拢生机的阵法，或许能辅助作物生长，减少对翡翠之心直接能量的依赖，让它更专注于净化大环境。商队反馈，北边有几个小聚集点，对咱们的作物很感兴趣，但缺乏交换物资。我建议可以试点赊种，收成后返还部分粮食，慢慢扩大影响圈。那就分头行动。这里叫新芽，就不能停下生长。散会。爸妈，我活得很好，不仅活着，还找到了想共度一生的人，还有了一群
想一起建造未来的同伴。2辈子的血和黑暗，换这一个黄昏，这一片绿色，值了。有时候想，如果没重生，没这个空间，没有如果，遇见你，建起这里，就是我的因果。后悔不？你说，这末世会有真正结束的一天吗？不知道，但只要我们这样的人没死绝，像新崖这样的地方还在冒头，结束不结束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回家吧，苍狼该喂了，你种的番茄今晚也该红了。回家。